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特别劲爆的故事，真是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！这个故事的男女主角可以说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两个人，一个是上海名媛，一个是台湾农夫，这种组合简直让人想不到。但是这还不是最精彩的部分，在他们婚礼上发生的事情才真的是让所有宾客傻眼了。故事要从3年前说起，那时候我刚接待一位特别高傲的上海姑娘，叫林美玲。这姑娘啊，一进我的红娘工作室，浑身上下都是名牌，香奈儿的包包，路易威登的高跟鞋，一副钱不是问题的架势。丽姐，我听说你的成功率很高，我爸妈非让我来相亲，真的是烦死了。林美玲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修长的腿一翘，整个姿态透露着那种都市丽人的高贵气质。我一边泡茶一边问她，小姑娘，说说看，你心里有什么要求吗？要求吗？很简单。林美玲掰着手指头数，第一，家里有钱，至少得有2套上海市中心的房子。第二，长相要帅，身高1.8米以上。第三，学历必须是名校硕士以上。第四，最好是在金融行业工作的精英。我听完差点没把水杯掉在地上。这哪是在找对象，这分明是在筛选人生赢家啊！虽然我见过不少高要求的姑娘，但这位的条件真是刷新了我的认知。小姑娘，你知道吗？天下好男人多着呢，不一定非得是你说的那种类型啊。我试图委婉地劝她放宽标准。丽姐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我就是这个条件，不行就算了。林美玲的态度相当坚决。我心想，这姑娘条件这么高，怕是不好配对。不过我们红娘嘛，就是为有缘人牵线搭桥的。当时我的资源库里确实有几位优秀的上海青年，可是当我安排了好几次相亲后，无一例外都铩羽而归。这男的说话也太土了，一点时尚感都没有。那位虽然是银行经理，但明显没什么野心。我想找的是能做到行长的那种。他家的房子才150平，太小了。诸如此类的理由多到我一听就头疼。几个月过去了，林美玲的相亲经历可以说是惨不忍睹，一个对象都没看上。就在我觉得这个姑娘可能是无解的难题时，一个意外的人物出现了。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，我正在整理客户资料，门铃响了。进来一个皮肤黝黑但长相俊朗的年轻人，穿着很朴素的衬衫和牛仔裤，一点都不像上海男人那种精致感。请问是丽姐吗？我是从台湾来的陈家豪，朋友介绍我来找你。他的普通话带着浓厚的台湾口音，但听起来特别有亲和力。我是来参加农业技术交流会的，顺便就想看看能不能交个朋友。在台湾老家，亲友都催得紧，说我都30了还单着，不像话。陈家豪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我一听说他是农民，心里就打了个问号。在我接待的男性客户中，做农业的真是少之又少。不过人不可貌相，我还是认真地开始了解他的情况，结果真是让我大吃一惊。陈家豪虽然是农民，但可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。他是新一代的科技农夫，在台湾云林县有一大片自己的有机农场，种植的水果蔬菜全部采用智能化管理，不仅在台湾销售，还出口到日本、韩国等地。年收入比很多上海白领都高出好几倍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陈家豪还是台湾农业大学的毕业生，有农业科技硕士学位，正在研究一种新型农作物种植技术，已经申请了好几项专利。我们台湾的农业跟大陆很不一样，陈家豪兴致勃勃地告诉我，台湾农业走的是精致化、高科技化的路线。我们的农场全部用计算机控制灌溉、温度、湿度，甚至连施肥都是按照科学配比来的。他给我看他手机里的照片，那农场干净整洁，一排排温室大棚里种着各种蔬果，工人们穿着专业的工作服在忙碌，完全颠覆了我对农场的传统印象。现在台湾很多年轻人回乡创业，把最新的科技带进农业，改变了传统农村的面貌。陈家豪说的眉飞色舞，我们村里家家户户都有小汽车，住的是现代化的小洋楼，收入一点不比城里人差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才意识到原来台湾的农村发展已经到了这种程度，确实和大陆很多地方的农村有很大差异。
大陆这边虽然也有不少现代化农场，但普遍覆盖率还是比不上台湾那边。聊了一会儿，我发现陈家豪不仅事业有成，人品也非常好。他诚恳、阳光、有见识，而且特别顾家。他说他希望找一个善良、有爱心的姑娘，最好能接受他的工作和生活方式。丽姐，我不在乎对方是做什么的，有钱没钱也无所谓，关键是两个人要能聊得来。价值观一致，陈家豪的标准让我觉得特别难得。当时我脑子里突然闪过林美玲的影子，虽然她的条件和陈家豪相去甚远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有一种感觉，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，或许会擦出火花。家豪啊，我有个客户，上海姑娘，条件很优秀，但可能会对你的职业有些偏见，你介意吗？我试探性地问道。没关系，丽姐，偏见都是因为不了解造成的，我不怕别人先入为主，只要有机会解释清楚就行。陈家豪爽朗地笑道。就这样，我鬼使神差地安排了林美玲和陈家豪见面。说实话，我当时心里也没底，觉得这次相亲多半会以失败告终。见面那天，我特意选了一家环境优雅的咖啡厅。林美玲迟到了20分钟，一进门就皱起眉头，显然对陈家豪的第一印象不太好。这就是你给我介绍的对象？他坐下后低声对我说，语气里充满了不满。我笑笑没回答，只是鼓励他们自己聊。起初的氛围确实有些尴尬。林美玲几乎全程都在玩手机，对陈家豪的问题敷衍了事。但转机出现在陈家豪谈起他的事业时。我们农场最近引进了一批以色列的滴灌技术，节水效果特别好。陈家豪兴致勃勃地说，去年我们农场的有机草莓获得了全台湾最佳农产品奖呢。等等，你是说你们在台湾种草莓？林美玲终于放下了手机，表情有些惊讶。对啊，而且品质特别好，日本客户特别喜欢。陈家豪拿出手机，给林美玲看他农场的照片和视频。那一刻，我看到林美玲的眼睛亮了起来。她开始认真地看那些照片，甚至主动询问一些细节。原来林美玲特别喜欢吃水果，尤其是草莓，而且对有机食品情有独钟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林美玲居然对农业技术还有一些了解。我大学学的是生物技术，对植物育种一直有兴趣，只是后来为了工作才转行做了金融。林美玲道出了一个连我都不知道的事实。两个人从农业聊到科技，又聊到各自的生活和理想，气氛越来越融洽。这次相亲出乎意料地进行了将近3个小时。分别时，林美玲主动加了陈家豪的微信，这在她之前的相亲经历中是从未有过的事情。丽姐，她和我想象的不一样。林美玲临走时悄悄告诉我，虽然是农民，但很有见识，而且她的事业其实挺酷的。我心里偷着乐，觉得这事有戏。果然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林美玲和陈家豪的联系越来越密切。他们几乎每天都在视频聊天。陈家豪甚至专门从台湾寄来了他亲手种的有机草莓给林美玲尝鲜。1个月后，陈家豪再次来到上海，这次是专程来见林美玲的。他们一起逛了外滩豫园，晚上还去看了演出。林美玲后来告诉我，那是她度过的最开心的一天。丽姐，她真的很不一样。虽然是农民，但她懂得欣赏艺术，了解时尚，谈吐也不俗气。最重要的是，她眼里有光，有梦想。不像我之前认识的那些男人，要么只会谈钱，要么只会装深沉。林美玲对陈家豪的评价让我直呼老天爷开眼了。2个月后，陈家豪邀请林美玲去台湾参观他的农场。起初林美玲有些犹豫，毕竟在她的印象中，农村生活肯定比不上上海的繁华都市。但好奇心最终战胜了顾虑，她决定去看看。这次台湾之行彻底改变了林美玲的想法。丽姐，我真的大开眼界了。林美玲回来后兴奋地对我说，他们村子里的房子比我们上海郊区的别墅还气派，到处都是花园和绿地，空气清新得不得了。而且他的农场简直就像一个科技园区，各种先进设备比我想象中的农场高级太多了。林美玲给我看她在台湾拍的照片，确实令人惊叹。陈家豪的农场占地上百亩，全部采用现代化管理。温室大棚里种着各种珍稀水果和蔬菜，还有专门的实验室进行品种改良。
农场旁边是陈家豪的住所，一栋现代风格的3层别墅，带游泳池和花园，内部装修简约而高雅。他家里什么现代化设备都有，甚至比我上海的家还智能化呢。每个房间都有智能控制系统，可以调节温度、湿度、灯光，太厉害了。林美玲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，更让林美玲惊讶的是台湾农村的生活方式。村里的人们生活节奏慢，但质量高，每天都有丰富的社交活动。村民们有自己的读书会、茶艺班，甚至还有农产品创新小组，大家一起研究如何改进种植技术，开发新产品。你知道吗，丽姐？他们村子1半以上的人都是大学毕业生，回乡创业的年轻人特别多。大家白天认真工作，晚上就聚在一起喝茶聊天，周末还会组织郊游或者文化活动，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落后闭塞。林美玲的话语中充满了赞叹，这次台湾之行不仅让林美玲对农村生活有了全新的认识，也让她对陈家豪产生了更深的感情。她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那种贴近自然、节奏舒缓却又不失现代感的生活方式。回到上海后，林美玲开始认真考虑与陈家豪的关系。她甚至主动向父母提起了这件事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。我爸妈一开始也反对，说我怎么能嫁给一个农民，还要去台湾生活。但我把照片给他们看了，又详细讲了陈家豪的事业和生活方式，他们的态度才有所缓和。林美玲说道，3个月后，陈家豪专程来上海，正式向林美玲求婚了。他带来了一枚用台湾特有的粉钻制成的戒指，在外滩的灯光下单膝跪地。林美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丽姐，谁能想到我最后会爱上一个农民呢？而且还是台湾农民。但我真的从未像现在这样确定过，他就是我想要共度一生的人。林美玲握着我的手，眼中满是幸福的泪水。就这样，这对跨越海峡、跨越行业、跨越文化的恋人决定步入婚姻的殿堂。他们计划在上海办一场盛大的婚礼，然后再去台湾举行传统的婚礼仪式。婚礼定在了第2年春天，地点选在了上海最豪华的5星级酒店。林美玲的父母虽然一开始有些顾虑，但在多次与陈家豪接触后，也被他的真诚和才华所折服，最终全力支持女儿的选择。这场婚礼可以说是轰动了整个上海上流社会。毕竟，一个上海名媛嫁给台湾农民的新闻，足够让人津津乐道了。丽姐，我们打算邀请200位宾客，您一定要来啊！林美玲特意给我发了烫金请柬，如果没有您，我和家豪可能永远不会相识呢。我欣然接受了邀请，并期待着见证这对奇妙姻缘的美满时刻。婚礼那天，酒店装饰得富丽堂皇，到处都是鲜花和彩带。林美玲穿着一袭纯白色的婚纱，美得像个公主。陈家豪西装革履，英俊潇洒，谁能想到他是一位农民呢？宾客们陆续到场，有林美玲的同事朋友，也有从台湾赶来的陈家豪的亲友。大家都带着好奇和祝福，期待着见证这对新人的幸福时刻。婚礼仪式即将开始，司仪请来宾就座，音乐奏响，气氛隆重而温馨。就在这时，一位年长的女士匆匆走进了婚礼现场，引起了不小的骚动。那位是谁啊？怎么这个时候还有人来？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宾客小声嘀咕着。我定睛一看，那位女士约莫60岁左右，穿着朴素但整洁的深色旗袍，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，脸上带着焦急和激动的神情。令人意外的是，陈家豪看到这位女士后，脸色立刻变得苍白，身体明显的僵住了。而林美玲则一脸疑惑，显然不认识这位不速之客。等一下，婚礼不能继续了，那位女士高声喊道，声音在静谧的婚礼现场格外响亮。全场顿时鸦雀无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这位突然出现的女士身上。阿姨，您是？林美玲的父亲站起来，礼貌但明显带着不悦地问道。我是陈家豪的姑姑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说。女士快步走到了婚礼台前，目光灼灼地看着陈家豪。陈家豪的脸色更加难看了，他低声对身旁的林美玲说了句什么，然后走向那位自称是他姑姑的女士。姑姑，有什么事我们婚礼后再说好吗？陈家豪试图安抚她，但女士却坚决地摇头。不行，事关重大，必须现在说清楚。
女士提高了声音：“你不是真正的陈家豪。”这句话一出，全场哗然，宾客们面面相觑，议论纷纷。林美玲站在原地，仿佛被雷击中一般，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准新郎。姑姑，您在说什么啊？我当然是陈家豪。陈家豪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但眼神中已经透露出慌乱。你别装了。女士从布包里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，这才是真正的陈家豪，我侄子。2年前在一场农场事故中不幸去世了，你是冒充他的身份。现场一片哗然。林美玲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她的父母赶紧上前扶住摇摇欲坠的女儿。这不可能！林美玲喃喃自语，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。陈家豪，或者说这个自称是陈家豪的男人，站在原地，脸上的表情从慌乱变成了痛苦和挣扎。最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我说实话吧。他的声音很低，但在鸦雀无声的会场里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我不是陈家豪，我的真名叫林志远，他坦白道。真正的陈家豪确实是2年前在一场农场事故中去世的。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这个惊人的开场白引起了全场更大的骚动。林美玲的父亲怒不可遏，几乎要冲上去揍他，幸好被几位宾客拦住了。你这个骗子！我女儿差点嫁给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。林父气得脸色铁青。林志远没有反驳，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林美玲身上，眼中满是愧疚和痛苦。美玲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的行为不可原谅，但请你听我解释。林美玲此时已经泪流满面，但她还是强忍住崩溃的情绪，示意林志远继续说下去。她想知道真相，无论那有多么残酷。我和陈家豪从小一起长大，是最好的朋友。林志远开始讲述，我们都出生在台湾云林县的农村，一起念书，一起回乡创业。他负责农场的种植和技术研发，我负责市场营销和品牌推广。2年前，农场的一台新型灌溉设备出了故障，陈家豪去修理时不幸发生事故，去世了。当时农场刚刚开始有起色，我们刚拿到几个大订单，正是关键时刻。林志远继续说道，陈家豪去世后，很多合作伙伴担心农场没法继续经营，纷纷要求退出合作。为了不让陈家豪的心血付诸东流，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冒用了他的身份继续经营农场。这事一开始只是权宜之计，我本打算等农场稳定后就恢复自己的身份。但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，我已经以陈家豪的名义签署了很多合同，申请了专利。听到这里，那位自称是姑姑的女士插话道，你为什么会来上海？为什么要骗这么多人？林志远深吸一口气，去年我来上海参加农业展览会，纯粹是为了开拓市场。遇到丽姐纯属偶然，我本来没打算相亲的。她转向我，目光中带着歉意，丽姐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当时只是随口说找对象，没想到您真的给我介绍了。我此时也是一脸震惊，完全没想到事情会有这样的转折。见到美玲的第一面，我就被她吸引了。林志远继续说道，声音变得柔和，本来只打算认识一下就告别的，但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她。后来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我一次次告诉自己要坦白，但又一次次害怕失去她。林美玲此时已经泣不成声，她的闺蜜赶紧上前搂住她的肩膀。所以农场是真的存在，只是主人不是你。林美玲哽咽着问道，农场是真的，而且确实是我在经营。林志远回答，我告诉你的关于农场的一切都是真的，包括技术、产量、销路，只有我的名字是假的。那我去台湾看到的一切呢？那些乡亲们都知道你不是真正的陈家豪吗？林美玲继续追问。林志远摇摇头，村里的人都知道真相。陈家豪的父母早年去世了，只有这位姑姑在台北生活，大家都同意暂时保密。为了保住农场，那位姑姑接过话头，我一直不同意这种欺骗行为。家豪是我最疼爱的侄子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别人冒用他的身份？我本来打算过段时间再来上海找你，没想到你居然要结婚了。我不能让你这样骗人。现场再次陷入一片混乱。林美玲的父母怒不可遏，宾客们议论纷纷，
有人已经开始悄悄离场。这场轰动上海的婚礼转眼间变成了一场闹剧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婚礼肯定要泡汤的时候，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发生了。林美玲擦干眼泪站了起来，她的声音虽然还带着哭腔，但却异常坚定，我有话要说。全场再次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好奇这位被欺骗的新娘会说什么。首先，感谢姑姑告诉我们真相。林美玲看向陈家豪的姑姑，真诚地说道，虽然时机有些突然，但真相总比谎言好。然后她转向林志远，你骗了我，这是不可原谅的。你本应该在我们关系更深入之前就告诉我真相。林志远低下头，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。但是林美玲继续说道，我爱上的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，无论他叫陈家豪还是林志远，我爱的是他的品格、他的才华、他的梦想，而不是一个名字。这番话引起了全场的惊讶，包括林志远本人，他不敢相信地抬起头看着林美玲。美玲，我当然很生气，也很受伤。林美玲打断他，但我更想知道，除了名字之外，你告诉我的其他一切是否都是真的？你说你爱我，那是真的吗？林志远毫不犹豫地点头，是真的。我对你的感情绝对是真的。林美玲深吸一口气，那么我们需要重新开始，从真相开始，从信任开始。她转向满脸震惊的父母，爸妈，我知道你们很生气，我也很生气，但请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他重新证明自己。林父林母面面相觑，显然没料到女儿会有这样的反应。林美玲继续说道，今天的婚礼当然不能继续了，我们需要时间重新了解彼此，建立真正的信任，但我不想因为一个谎言就放弃这段感情，因为我知道在那个谎言之外还有很多真实和美好的东西。他看向林志远，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？从零开始做真正的自己。林志远激动地说不出话来，只能用力点头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婚礼就到此为止。林美玲环顾四周，对所有宾客鞠了一躬，非常抱歉让大家白跑一趟，但我相信如果命中注定我们要在一起，那么下一次的婚礼一定会更加真实，更加美好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了婚礼现场，留下了目瞪口呆的众人。这一天的事情很快传遍了上海滩，成为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。有人称赞林美玲的宽容和勇气，也有人批评她太过感性，被爱情冲昏了头脑。1个月后，我接到了林美玲的电话，丽姐，我和志远重新开始了。她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而坚定，她已经回台湾处理农场的事情，准备以真实身份重新申请所有文件和合同，这可不容易啊。我感叹道，要承担法律责任吗？会有一些罚款和行政处罚，但问题不大。林美玲说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决定去台湾帮她一起经营农场。什么？我惊讶地问，你不是一直很喜欢上海的生活吗？是啊，但去台湾后我发现那种贴近自然、充满创意的生活方式更适合我。林美玲笑着说，而且我学的就是生物技术，正好可以在农场大展身手。那你父母同意了吗？我好奇地问。一开始当然是极力反对，林美玲叹了口气，但后来志远亲自登门道歉，还带来了详细的农场经营计划和未来发展蓝图。我爸是做投资的，看到那些数据和前景，态度软化了不少。我不禁感叹道，这么说，最后皆大欢喜了？还不算吧，路还很长。林美玲的声音充满了坚定，但我相信，只要我们足够努力，足够真诚，就能克服一切困难。半年后，我收到了林美玲和林志远的新婚请柬。这次婚礼选在台湾的农场举行，规模不大，但充满了诚意。婚礼当天，阳光明媚，农场周围的花朵盛开，美不胜收。林美玲穿着简约大方的婚纱，林志远一身得体的西装，两人看起来无比幸福。让我惊讶的是，参加婚礼的宾客中既有林美玲的上海亲友，也有林志远的台湾乡亲，甚至还有那位揭露真相的陈家豪姑姑。大家和乐融融，场面温馨感人。丽姐，谢谢你。婚礼结束后，林美玲紧紧拥抱了我。如果不是你的介绍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遇见志远，也不会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。林志远也向我深深鞠躬，丽姐，谢谢你的宽容和理解。
我知道我当初的行为很不对，但我保证今后一定会好好对待美玲，让她幸福。看着这对历经波折终成眷属的新人，我不禁感慨万千。谁能想到，一个上海名媛和一个假冒身份的台湾农夫，最终会走到一起呢？好啦，今天的相亲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林美玲和林志远的故事能给大家一些启发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